大家好，我是钟子通。刚经历完12强战胜日本的热血激情，这时候就该来看些好作品，替 Nona November 画上完美句点。所以首先要推荐的，当然就是这次台湾球员在东京巨蛋的精彩表现，不管是投打手都无可挑剔啊！在现场第一排的感动真的是难以言喻，只能说自己真的太幸运了，可以看到这样一场传奇球赛，非常推荐大家也再去看一次重播。那作品的部分呢，首先第一部要推荐的就是河北采花的演出，那就如同封面上斗大那个极致一样，这部作品就是要将河北小姐推向极乐的巅峰啊！在画面的激情表现上也明显的高了不少。如果之前他的演出实在过于清水的朋友，不妨可以看看本作。当然跟那些身经百战武斗派的演员比较起来，这个演出尺度还是相对小儿科的。不过我想讲一句话河北的尺度只需要跟他自己做比较就好啊。以他目前如日中天的声量，确实不需要主动去做什么解禁来刺激买气。就像 LeBron James 全盛时期，也不需要去篮下卡位当苦工抢篮板一样，除非他那天晚上只差一个篮板大3元。接下来这部作品石川绫这部真的是几乎没有弱点啊，剧情描写男主角婚事将近，从小就认识的石川突然爆发想要搞事的心态，在各种场合偷偷的诱惑，每晚精力都被消耗殆尽啊。这部最可怕的就是第一人称，真的会让你产生好像自己小时候也有一个像石川小姐这样的玩伴这种虚假记忆。我本来觉得小恶魔系的天花板就是7折，想不到石川演起来也是入木3分啊！就像原本以为3分球最强就是 Reggie Miller， 想不到后来又出现 Ray Allen， 然后又出现 Curry， 看片就跟看球一样，永远都会有下一个世代的强者诞生，这就是为什么永远看不腻的原因吧。再来我们看到这部，我觉得马丹娜的布局其实真的很可怕。优质熟女出道，我签专属；优质熟女移籍，我签专属；优质熟女复出，我签专属。感觉不太像熟女的移籍，我还是签专属。就像这部2位主演小花暖跟安基花，2位其实我觉得正常来讲都不太算传统熟女定义，但就像是只要亚洲球员道奇都有兴趣要签一样，感觉任何优质演员马丹娜都有兴趣。那这部共演真的就是优质大白兔之间的碰撞，描写2位偷东西的人妻被留下来用肉体赎罪。那本作不管是肉系使用度或是摄影质感都很出色，值得推荐啊。消失已久的怪盗朱茵突然在日前于网路发出预告信，将在今晚拿走救世主。奇怪，我记得救世主的番号就藏在这里啊！别白费力气了，你找的是这个吧？可恶！关于美股朱茵的秘密，竟然已经被他找到了吗？没有错，我找到隐退的美股朱茵并把它的秘密都藏在……你不要跟我说是星云计划。没错，都藏在星云计划里。星云计划在11月27到12月11之间跟美股朱茵合作啊，在活动期间可以抽出限定的日本超人气女优朱茵和限定羁绊征服与臣服，7日完整登录还可以送朱茵专属招募券。如果获得团员，也可以解锁爱情通讯及来自朱茵的专属福利。什么？真的就在星云计划？那我还穿这么热干什么？跟我一起去 L Labs 星云计划里找真正的怪盗朱茵吧。OK， 再来新有菜，你们懂的。这是演出的 Moody's 热门题材泡泡浴部的部长，其实就是当初桃园绫奈那部逆兔女郎的变形，但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在这部新作当中，有菜还穿上了当红游戏中的兔女郎造型，根本就无敌了吧？虽然一般来说这种题材还是肉感一点的演员演起来更具优势，但是新有菜真的完全超越这个限制了，就像是这次台湾扳倒日本一样，超出我的想象。接下来这部神木力的海滩题材，一开始我觉得出在这个11月真的蛮诡异的，但是往回推4个月，拍摄时间就在夏天，所以可以理解。阿丽在本作当中要扮演一位欲求不满的女大学生，到了海滩看到众多精壮的男性胴体，顿时是魂不守舍啊，马上展开了激烈的攻势。那看着她那副顶尖身材在沙滩尽情舞动，思绪也回到了夏天的海边，真的是品质保证的好看。在这部作品上个月我们期待的会里复出作品推出之后，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他能演出更多剧情系作品。那这个月就等到了演出了经典的人妻摄影模特儿系列，除了可以看到系列演员欲拒还迎的演出之外，一边拍照一边忍受骚扰的演技也是一大看点。那本作当然也是相当精彩，唯一小遗憾大概就是因为看过太多惠理小姐大胆的举动，所以会觉得她这一部处于被动的状态，一直给人有那种
种高手在装弱的感觉啊。紧接着 Moody's 其实近期也推出不少大型新人，其中最抢眼的可能就会是 Himari， 因为那尺寸真的太夸张了。但是我个人比较爱百田光希，不管是脸蛋的感觉啊，或是身材匀称感，还有演出的部分都是。那这个月呢，他就演出遇到集团骚扰的题材，真的把那个嫌恶又无法抗拒的表情诠释的相当不错，值得推荐。OK， 接下来这部作品，不管它是不是真田春香啊，总之我先把它当做是了。经历过出道作之后，通常第二、第三部作品就会让它迅速进入状况。尤其这个第二部作品真的是最大程度的展现了摇真油香的肉体美，满满的肉系也是把实用性直接点满啊，可以说是我这个月最喜欢的作品之一。OK， 接下来也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共演作品，虽然大家应该都在期待下个月的终极大礼包。但是大家应该也理解啊，有时候以实用度来说，人不需要多，只需要正确的组合。就像这部共演汇集了胃部奈奈、八木奈奈还有古川穗花，分别来自3家片商的大将，真的是可爱加上可爱还有可爱啊！画面中虽然1个打3个稍微有点挤，但是真的是让3位女优都有表演空间，不至于像超大型共演一样，常常有人在划水的情况，真的非常推荐本作。再来看这部作品，必须得说啊 ，AGA 实际看过安卫勋之后，我对他好感度又在大增，真的是脸蛋身材都深得我心，而且还跟我欣赏的大导多次合作。像本作就是由朝雾镜执导，非常的精彩，而且大家还可以跟 YUJ019 由 Samari 执导的作品做一个比较，两部都很好看，相信也会更加爱上这位演员啊。下一部作品呢，大家常常会讲这样一句话，有时候越完美的东西，你越想要破坏它，把它玷污，就像这部《风花恋》的作品，可以说是业界最顶尖的美颜，但是在这一部却要弄得抹面转倒灰，真的是有一种缺陷的美感。那我目前也算是把它的短发造型越看越习惯了。那接下来则是这个 SOD 特地为他开设一个新系列的4本优，那可能是之前那个要准备结婚的素人拍片设定真的快搞不下去了，所以终于在最近让他正式出道。那这部新作也是相当精彩啊，给加入业界的他一点震撼教育，直接派出几位船坚炮利的男演员来大战一场。说真的，有1-2段毕竟是真材实料，确实加分啊，但是有几个蒙面演员感觉就用假货的样子蛮明显的。虽然画面震撼感有，但动态冲击度就没那么足。希望日本还是能多几个大型男演员啊。那今天最后一部作品就是由臭羽流所演出的，因为出差错过了末班电车，所以只能一起住在乡下旅社。想不到一到晚上，新人下属的欲火就被挑起，直接以下犯上，进攻上司。那本作毕竟臭小姐的身高有170，加上那对超雄伟的 K 杯大白兔，那个逆推的画面确实相当惊人啊！那像本作这个错过电车的事件，我这次到日本也是有相似经验，因为要赶飞机，但是机场快车发生人身事故，只能搭计程车到机场，一趟27000日币，真的超酷！只能说大家出门一定要提早。好，那这就是本月份推荐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中统，我们下次见。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